不知小伙伴是否注意到，在《天国拯救2》游戏中出现过这样的十字架？那有没有想过，为何要取名为和解十字架？而这和解之意又从何而来呢？大家好，我是 Gavin， 今天就由我来带着大家一起追溯这十字架背后所隐藏的历史渊源。在游戏前期的支线任务深山隐士中，玩家会被要求前往一处地点调查十字架，在地图中的位置则大概位于特洛斯克维茨去往塔霍夫方向的小路左侧的一块巨石之下。当玩家骑马走进墓地时，就会发现一座石碑，其外形酷似墓碑，而在石碑中间则刻有清晰的十字架浮雕。那么在现实中，这种石碑是否真实存在呢？经翻阅官方资料及相关史料得知，这实际上是中世纪特有的十字架纪念碑之一，被称作和解十字架。它多被树立在谋杀或重大事故现场附近，作为一种象征形式出现。有的十字架还刻有武器图样，象征犯罪手段，同时也有助于还原事件的经过。而其分布则多见于中欧国家，尤其捷克、德国与波兰境内，其中捷克至今已经登记了约2685座和解十字架，这些十字架则大多广泛分散于乡野之中。而游戏世界所在的波西米亚王国正处于现如今的捷克共和国境内。和解十字架一般由凶手或其家属为逝者亲自雕刻和立碑，以体现对亡者的愧疚和罪行的忏悔。而其选择修建在谋杀或事故现场附近的原因，大概既是希望路人为死者的灵魂祈祷，同时也仿佛在时刻警醒着后人，避免罪恶行为的发生。那么，和解十字架的和解之意又从何而来？据史料记载，和解十字架的出现往往与中世纪的司法赔偿机制有关。在公元13至15世纪的欧洲地区，很多地方根本没有统一和完善的法律体系，而在广大偏远的乡村地区，国家机器介入司法纠纷的成本更为高昂，当时官府也不可能一天跑几十公里来处理一起命案。加上欧洲宗教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渗透和影响，这种修建和解十字架的方式就成为了一种世界双方和解的重要途径，同时也符合当时基督教教义所强调的悔罪与和解的精神。此外，和解十字架的出现也是为了满足当时统治者对于社会稳定的需要。相比单纯依靠血亲复仇可能出现的家族仇杀而导致矛盾仇恨不断升级，这种修建和解十字架外加给予适当赔偿，这让双方既能更容易达成和解，也能避免长期的家族矛盾与冲突，同时还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当然，这种私下和解的方式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很多地区实际上也是被允许，甚至部分被官方认可。不过直到1532年的卡罗林法典的颁布，国家强制介入司法才正式开始，而这种私人调解才在其后被逐渐废止。总之，和解十字架既是赎罪也是社区调解工具，它的出现是当时法律、宗教以及社会习俗共同交织下的时代产物。因此，和解十字架在游戏中的出现，让玩家既可以穿梭在中世纪欧洲世界的同时，也仿佛能够真切感受到那些潜藏在历史阴影下的罪行与救赎。而这也许正是天国拯救系列最为迷人的地方，每个游戏场景背后不光体现着制作组的匠心独运，同时也在不动声色地呈现着中世纪真实的历史风貌。现如今，这些积木伫立的石碑不仅承载着中世纪的历史印记，仿佛也在时刻提醒着我们，
历史的伤口或许亦可以被记忆与和解所抚平。好了，不知小伙伴们在游戏当中遇到过哪些有意思的场景或者背后有趣的故事呢？欢迎小伙伴在下方评论区留言与互动。我是 Gavin， 我们下期再见。